来看看你们的孩子吧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就来。终于可以见到他了。啊！林淑芝，你给我站住！告诉老子，这孩子到底是谁的？为什么长得跟个火焰巨灵一样？老公，有话好好说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正如你们所见，刚才那个婴儿就是我。我的爸妈在大学时期都是公认的校花和校草，按理来说，他们的儿子应该也长得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才对，可我却身高2米，长相也极为凶神恶煞，根本不像个好人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激活了一个猛男系统，只要完成系统任务，就能获得相应的奖励。奖励终于要来了，好温暖，真是值得。一开始我是高兴的，但很快我就开始郁闷了，因为系统的奖励每次都是增强肌肉，这就导致我的块头虽然看着只是有一点点大，但其实我的肌肉密度已经极为恐怖。这不可能吧？这么多杠铃片也太轻了。论打架，我甚至都不用动手，只需要一拳砸在旁边的墙上，就能吓走对面所有人。但坏处就是，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，每次出门都会被议论。那个男人好凶啊！我们从那边走吧，别靠近他。至于谈恋爱，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。女孩子见了我，就跟见到大魔王一样，避之不及。而此时的我正在去大学报到的路上，明明是爆满的地铁车厢，只有我这节车厢人流稀少，而这都是因为我站在这里，根本没人敢靠近我。我2米的身高，再加上快要撑破最大码衣服的肌肉，以及那比女人的腰都粗的二头肌和小臂肌肉，再配上我相当和善的长相，靠近我的人都会被我一个眼神温柔地颤抖起来。可实际上，我也才刚满18岁，人家的内心还只是个小男孩。而此时我所处的车厢内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刚盯着我看了几眼，她的母亲就连忙将她拉到了身后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还真敢看啊！你就不怕被那个叔叔抓走，一口给吃了呀？我听了之后，内心虽然有些无奈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因为这种话我实在听到耳朵都快要起茧子了。谁让自己长得实在不像个好人呢？就在此时，手机滴滴的声音响了起来。我打开后一看，是一个备注为娘炮公子的网友发来的消息。猛男，你今天几点到大学？我在地铁2号线上，还有5站就到学校了。什么？2号地铁还有5站？看着对方这莫名其妙的信息，此时我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而这个叫娘炮公子的网友，是我以前打游戏时认识的朋友。虽然我们2个技术都很菜，但谁也不服谁。我们单挑了几次后也分不出输赢，最后不打不相识，一来二去之下变成了网友。因此对方也算是我5年来关系最好的唯一朋友。不过我们却从未见过面，连照片也没发过。但我总觉得大家都是男人，说话合拍就行。而之所以给他起了这个外号，也是因为我觉得他说话太娘了。此时我刚想询问对方为什么语气这么惊讶，系统提示音却响了起来。宿主请注意，3号车厢内一名少女即将被老色狼偷拍，请宿主尽快前去阻止，任务奖励1万块龙国币。我听后顿时激动的猛男落泪了。10年了，整整10年了，系统终于出现了现金奖励，而不是又要送我肌肉。随后我激动地朝着3号车厢那边走去。我走过时，身旁的人群全都自动散开，不敢靠近，瞬间就给我腾出了一条宽敞的道路。而此时3号车厢内，苏婉晴正看着手机，小脸微红，心跳也快了许多。她没想到猛男那个家伙居然也在这趟地铁上，到时候如果在学校门口碰见该怎么办？自己可还没做好见面的准备。随后苏婉晴回想起这5年来，猛男一直都陪着自己，虽然只是在网络上，但确实给自己带来了许多帮助。特别是高中压力最大的时期，要是没有猛男边唠叨边安慰鼓励自己，那自己能不能考上宁北大学都另说。转念一想，眼下猛男马上就要成为自己的小学弟，苏婉晴还是很开心的。于是苏婉晴就在手机上发去消息：小学弟，赶紧来学校吧，到时候学长我罩着你。然而就在他打完字即将发送时，却突然感到一股子十分厌恶的气息，因为他察觉到侧后方一直有一个长相猥琐的中年大叔，正目光邪恶地盯着自己，还不停地从自己2腿上扫过。本来苏婉晴想着忍一下就过去了，可这个猥琐男的手机却一直隐隐对着自己的双腿。苏婉晴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个人肯定就是在偷拍，而且角度很是过分。然而苏婉晴却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她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流氓。而身旁的猥琐男此时也察觉到自己似乎被发现了，可他非但没有丝毫慌乱，反而嘴角却露出一抹坏笑，接着更是朝着苏婉晴又走近了一些。然而就在他想将手机的摄像头对准更隐私的位置时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身后缓缓响起：偷拍女孩子，你这老家伙活了这么久，是活到畜生身上了吗？猥琐男瞬间脸色一变，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手机按下了锁屏键，顺势塞进了口袋里。
动作十分流畅，无疑是个惯犯。接着猥琐男就开始头也不回的辩解，让我没有证据就不要乱冤枉人，因为被发现这种事他可是过来人，就算别人让他交出手机他也不慌，因为他的口袋里还藏着另一部手机。就当他准备搬出这个偷梁换柱的套路时，下一刻他整个人飞起来了，我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了起来，趁着列车到站停靠，我直接将他丢出了车厢。猥琐男摔在站台地面上，疼得龇牙咧嘴。他刚想起身开口怒骂，结果当看清面前的我时，猥琐男瞬间感觉到自己无法呼吸了，他不受控制的开始颤抖起来，眼神中也满是恐惧，因为眼前的男人身高2米，眼神凶狠，面目狰狞。下一秒，猥琐男就下意识的开始求饶，他害怕极了，接着他突然一哆嗦，竟然当场吓得昏死过去。现场顿时寂静一片，每个乘客都惊骇地看着我。就当我正要离开时，却被2个地铁安保人员拦住。他们看到我的体型后，当场就愣住了。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这个凶猛壮汉在欺负那个中年男人，可他们却也不敢对我动手。就在我打算开口解释时，一个女孩的身影挡在了我的身前。你们别误会了，是那个猥琐男在地铁上偷拍我，然后这位壮汉站了出来，帮我解了围，将他丢出了地铁。是苏婉晴，她犹豫了好几秒，才鼓起勇气站在了我这个人形熊怪身前，替我挡住了其他人满是质疑的目光。这种感觉让我感到奇怪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自己身前。随后我趁着苏婉晴和安保人员解释经过时，就转身悄悄离开了。等苏婉晴回过神后，就发现我已经不见了。本来她都已经鼓起勇气打算好好道谢了，可没想到这大狗熊却自己先走了。随后等我来到宁北大学门口，不少学长学姐都在这里迎接新生，尤其是那些长相帅气甜美的学弟学妹们格外的受欢迎。而就在我踏进校门的那一刻，全场都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眼神中都透露出惊恐的神情。校门口的2个保安也察觉到了异样，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，顿时就是一哆嗦。这可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赶紧抄家伙吧！面对着失去饭碗的压力，2名保安也只能壮着胆子走来。这里是大学，社会人员是不可以随意进入的。我看了2人一眼，发现他们虽然表情凶猛，但2腿却时不时的在打颤。于是我开口表示自己是这里的学生，可2个门卫丝毫不信，直言我疑似是在逃的凶猛暴徒。如果放你这样的暴徒进入校园，恐怕就要发生惨案了。我听后也不废话，直接将录取通知书拿了出来。2个门卫看完后当场傻眼了，他们现在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肌肉猛男只有18岁，并且还是他们宁北大学的大一新生。随后2人跟我道了歉后就放我离开了。可没走多远，我的脚步便停了下来，因为我忘记了询问新生报到处在什么地方。我刚想回头问问2个门卫，可2人瞬间就跑回了门卫室躲了起来，根本不敢跟我对视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气喘吁吁的倩影从身后跑来。你怎么走得那么快？我追都追不上你。还没等我开口，那道人影的目光却是直直地落在我手中的录取通知书上。他愣了愣后，正式地说道：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苏婉晴，是宁北大学大2的学生。今天真的感谢你在地铁上出手，所以你的新生报到就由我来给你带路吧。我听后顿时愣住了，没想到眼前这个学姐的名字竟然和自己母亲的一模一样，但我却没有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，而是同意了她帮我带路。在前往新生报到处的路上，我看着眼前的女孩，内心有些惊讶。要知道，一般人见过自己一面，很少会主动再靠近自己，可这女孩居然不害怕自己。而在路上，有不少人都认出了这位苏校花，想和她打个招呼。可忽然一看，校花身旁居然跟着一个像是狗熊的壮汉，于是连忙收回了心思。等到了新生登记处门口，苏婉晴告诉我，进去后有老师会负责接待。我点了点头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今天你站出来，恐怕过几天网上就会出现一些恶心人的视频了。哪怕他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但一想到刚才那些事情，心中就是一阵后怕。这样的事情他可是听说过好几起，最后那些女孩要么得了抑郁症，要么直接退学换了个城市生活。最后苏婉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陆晓，你手机借我用一下。在之前路上2人交谈中，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名字，我没有多想，就将手机递了过去。苏婉晴接过手机，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后，就将手机还了回来。刚才那个就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同时也是我的社交账号。要是以后你在学校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可以问我。对此我点了点头，表面答应，内心却是不以为然。自己从来不喜欢麻烦别人。随后我就走进了新生登记处。苏婉晴眨了眨漂亮的眼睛，心中有些怪异。她已经很久没被男生这样无视了，这个大狗熊还真是与众不同。随后她摇了摇头，转头朝女生宿舍走去。而等我办好新生入学后，就来到了双人寝室。不过我是后来的那位，室友在看到我的面容后，顿时心中一惊，大气都不敢喘。
就在这时，我裤子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猛男，你说那种人高马大的肌肉男，是不是对女人都没兴趣？我见此立马回道：肌肉男不喜欢女人，难道喜欢男人吗？女生宿舍内，苏婉晴坐在椅子上，一脸舒服的玩着手机。看到回复后，她翻了一个白眼，这个家伙肯定是故意这么回答。我才不是这个意思，如果你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我肯定要揍你一顿消消气。你还真别说，我让你2只手，你都打不过我。我记住你这话了，我已经截图了。对了，今天是进入校园的第1天，你感觉宁北大学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而且有一件事你估计都想不到，我碰到了宁北大学的校花，那女生不仅给我领路，介绍了宁北大学，还给了我电话号码。苏婉晴瞬间惊讶，手机掉在了地上，她整个人像是时间静止了一般，一脸的不可置信。等了半天，她这才捡起了手机，此刻她的心跳加速，小脸通红。刚刚她说她遇见了校花，带她参观了大学，还给了电话号码，这不就是刚刚自己做的一切吗？啊操，这也太巧了吧！将思绪理清楚后，他得到了一个事实：地铁上救了自己的那个路人，大概率就是自己在网上相识了多年的超级猛男。最开始，他一直以为对方在说大话，什么身高2米，空手能锤死一头牛。现在才发现，他真的没有说谎。最后，苏婉晴吻了吻激动颤抖的小手。真的假的？还校花呢？我们校花很高冷的，怎么会搭理你呢？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已经被校论坛曝光了，估计接下来我就要火了。什么？校论坛？苏婉晴赶紧打开了网站，这才发现一条标题为校花与野兽的帖子。苏婉晴看着照片，忍不住嘴角露出了笑容。猛男这憨憨的表情也太可爱了吧，这张拍的还不错。原来猛男除了凶了些，其实也挺帅气的。此时我的消息再次发来，怎么样，我可没骗你吧？是不是被哥的体格吓到了？就这，想多了吧？这怎么可能吓到我？如果我们见面了，我相信被吓到的绝对不是我。可信息发出去1分钟，对面却迟迟没有回复。就在苏婉晴疑惑的想再发一条时，消息来了。没被嫌弃的感觉还真不错，娘炮，你这兄弟我交定了，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就告诉我，我保证没人能欺负你。苏婉晴看到这条信息后有些意外，随后她好奇地问了一个问题：猛男，校花长得好看吗？是你喜欢的类型不？发送完这条信息后，苏婉晴小脸一下子红了起来。当听到消息提醒后，她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查看，而是深呼吸后给自己鼓了鼓气，然后这才开始查看。这校花细胳膊细腿的，太单薄了，也就颜值能过眼。太可恶了，陆潇你个大狗熊！老娘这1米78的完美身高和96斤的体重，老娘这小蛮腰，老娘这大长腿，明明是女神级别才对。随后他又想到了什么，然后低头看了看，这也不小啊，所以肯定是这大狗熊眼瞎了。就在苏婉晴气鼓鼓时，我又发来了消息：女生的话，微胖才是永远的神。不聊了先，室友居然邀请我一起开黑了，晚上还要去校门口吃烧烤呢。苏婉晴看到这信息，气得想咬人，可偏偏又没有办法还击，谁叫自己现在没有坦白。此时苏婉晴的室友恰好回来了。大校花这是怎么了？看着怎么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对了，你中午怎么会帮着那个人带路？我真佩服你的勇气，如果是我都不敢接近那人。可苏婉晴像是想起了我的某句话，忽然眼前一亮。好闺蜜，晚上有空陪我去吃个饭吗？当然有空。随后到了晚上，我带着室友何超去吃烧烤。路上我们成了这条街上最靓的仔，一路上回头率拉满。但这种回头率也全是因为我的长相，路人们目光中大部分成分是惊恐。等我们来到烧烤店时，顿时就傻眼了，因为这家烧烤店外已经开始排起了队。何超郁闷地说道：大意了，这烧烤店生意也太好了吧，我们应该早点出来的。要不我们换一家吃？听到我们的话，排在前面的一个学长扭头劝告说：你俩一看就是新生，这家烧烤店是附近最好吃的一家了，现在这个饭点最好还是找别的吧。可他话说到一半就戛然而止，突然撒腿就跑，只因他看清了我的长相后，联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而因为这动静，前面的人回头一看后，也跟着连忙跑开了，只留下一脸呆滞的室友和一脸无语的我。最后等我们找到地方坐下后，一道身影就走了过来。你们好，我可以带室友来跟你们拼个桌吗？现在没有位置了。室友何超一看顿时惊了，居然是校花苏婉晴，她居然还敢找我们拼桌，难道没看到一头人形猛兽坐在这儿吗？此时苏婉晴见我们没有反应，陆学弟你好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还没等我答应，他就一点也不客气地带室友直接坐下。但从他室友的表情上可以看出，其实他一点也不情愿。此时苏婉晴见傻眼的我俩迟迟不说话。怎么，是不欢迎我们吗？欢迎，当然欢迎，能和美丽的学姐们一起吃饭是我们的荣幸。就这样，我吃上了大学里的第一顿聚餐。虽然开始的氛围有些古怪，
只有苏婉晴有一句没一句的找我搭话。可随后或许是学姐发现你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可怕，于是众人都开心的聊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后，苏婉晴突然问道：你们男生都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？两位学姐这样的，就是男生心中的理想型。如果能在大学期间找到学姐们这样的女朋友，那真是祖坟都冒青烟了。随后苏婉晴转头看向我：陆学弟，你呢？陆学弟，你呢？而我此时正左手一串肉，右手一串肉，不停的狂炫。听到这话后，我愣了2秒，怎么这还问起我来了？自己这凶神恶煞的样子，女生能不怕自己就行了，还谈什么喜欢呢？于是我向她敷衍，说自己也是那样认为的。说完，我便继续吃了起来。可苏婉晴却悄悄使劲瞪了我一眼，可惜我在埋头撸串，根本没有发现。就在这时，我脑海中的系统任务声突然响起：系统检测到新任务，改过自新，请宿主将闹事的社会小青年收于麾下，并给他们安排一个工作机会。完成后，宿主将获得30万的商业启动资金。我听后连忙抬头看向四周，但没发现什么异常。这都是来烧烤店吃饭的，哪有什么社会小青年？可此时，一个顾客指着店门口说道：你们看，外面好像出了什么事情，我看到老板都跑出去了。于是我听后就告诉几人，让他们先吃，自己出去一趟，随后就朝外面走去。而烧烤店门外，3个明显不怀好意的社会青年正在闹事。为首自称宇哥的社会青年坏笑着表示自己上次在烧烤店吃到了2只蟑螂，要求老板赔偿。而烧烤店老板十分无奈，他哪里是看不出来对方是在敲诈，如果是其他人他就直接报警了，但是这宇哥貌似有点关系，上一次报警后就不了了之了，再报一次恐怕也没有用，说不定还会让这些人变本加厉，所以只能自认倒霉。放心好了，在这一片我社会宇哥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，我保证你以后在这一片没人敢。可宇哥话还没有说完，一个庞大的身影缓缓朝他走来。宇哥看到我的身影，整个人顿时就吓坏了，这种气场他是认真的吗？你说你在他们家吃出了2只蟑螂，确定吗？宇哥眼神飘忽不定，不敢回答，可我却是冷哼一声，呵斥道让他说实话。我错了，大哥，我承认那蟑螂是我们自己放的。大哥，求求你别杀我！我们这就想办法把钱还上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滚！你们已经把钱全花了，那就到老板店里打工还债。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小弟了。我们愿意打工，我们一定好好干活。好人呐，这个世界果然是有好人存在的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发放中。任务完成，奖励发放中。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银行卡的到账信息，不多不少，整整30万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这30万虽然只能用在商业上，但也相当不错了。随后我给室友发了条消息：你们先吃吧，钱我已经付好了，我临时有点事就先走了。而刚在付款时，我瞥见店内舍友和学姐们聊得挺开心的，自己回去说不定还会打扰他们。反正我一个人也行，已经习惯了，那索性就自己出去逛逛，就当是看看大学的周边了。可没等我走出多远，一个曼妙的倩影就走到了我身边。陆学弟，你怎么不回去吃烧烤了？啊，学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感到十分惊讶。我就是见烤串都端上来了，所以出来喊你。苏婉晴随口就编了个谎话。我突然不想吃烧烤了，想吃点面。你回去吧，不用管我了。我没有过多的解释，可苏婉晴却话锋一转，正好我也想吃，我们走吧。我有些疑惑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今天认识的这位美女校花有点奇怪，冥冥之中让我有一种熟悉感。我本能的想拒绝，但最后还是一口答应了下来。10分钟后，我们就来到了一家面馆。苏婉晴找了一个空位，就与我坐了下来。我奇怪地看了过去，明明2人才认识1天，但总感觉这学姐好像与自己认识了很久。我大口吃完后，就拿出了手机想了想，随后点开了与娘炮公子的聊天界面。娘炮，你在忙吗？同时，苏婉晴感觉口袋震动了一下，又看到我吃完面在玩手机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然后悄悄将手机拿了出来。果然是我给她发送的消息。你不是一直说自己了解女孩子吗？那我问问，如果有2个人才认识1天，女生就请男生吃饭，吃饭的时候还老偷瞄他，这女生是什么情况啊？苏婉晴看到这条信息后，拿手机的手都不由得抖了一下，一抹红晕瞬间漂浮在了她的脸上。这个臭家伙怎么眼神那么好，自己就偷偷看了几眼就被发现了。但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回复？想了足足10秒，苏婉晴这才回复：如果是这样，那这个女生一定是喜欢这个男生呀，或者是想追这个男生。苏婉晴在发出这条消息时，心中的小鹿乱跳，还是忍不住偷偷看向我，想看看我收到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结果我只是轻蔑一笑，又打起了字。
你当时在看小说吗？还一见钟情？娘炮的理解就是偏娘，你这个答案肯定是错的。你觉得会不会是那个女生在图谋男生什么呢？这大狗熊的思维逻辑怎么有点异于常人呢？本姑娘能图谋你什么？图谋你凶神恶煞，还是图谋你人壮如熊？真是服了。要不是现在不能暴露身份，他真想送几个小拳拳给我吃。苏婉晴含怒敲着手机，老子可是情感专家，反正正确答案已经给你了，爱信不信。就你这还能当情感专家？那我都可以当情感博士了。苏婉晴看到我的回答，气得牙痒痒。直到20分钟后，我们才从面馆出来。苏婉晴在前面低头快步地朝学校走去，而我则不慌不忙地跟在她身后半米的位置。一路上没有任何沟通，只有两人的脚步声。此时苏婉晴快要气死了，她决定1个月，不，半个月，算了，还是1个星期吧，都不理这大狗熊了，包括现实和网络上都不理。苏婉晴陷入了胡思乱想中，而身后的我心思早就从刚才的事情上过去了。此刻心中正筹划着今后4年的大学生活，有了系统，有了这么好的体格，一定要把这4年活得充实而滋润。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呼唤，下一刻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了起来。任务刷新，伸出援手。前方300米的一处小区，有小孩即将从6楼意外摔落，请宿主尽力救援。完成后奖励10枚比特币。看到任务内容的我不由得撇了撇嘴，比特币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但还不等我想明白，只听见远处几道声音传来：救命啊！救救孩子！快救救那个孩子！不远处一栋单元楼上，一个小男孩正站在6楼的空调外机上，身旁的苏婉晴看着这一幕，顿时满脸的担忧之色。正想问问身后的我该怎么办时，却发现我已经朝着那栋单元楼迅速冲了过去。单元楼下方的群众看清楚跑来的我后，都是吓了一跳。而我在到达单元楼下后，右脚一个用力蹬地，整个人瞬间一跃而起，直接扒在了3楼阳台的边缘。围观的路人见状瞬间就傻眼了，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出现在了他们心中：这也太强了吧！天哪，这种体能，这种爆发力绝对不是一般人。路人此时都无比震惊，其中最为震惊的当属苏婉晴了。这真是每天都在跟他聊天的超级猛男吗？以前猛男经常以自己要去救人为理由下线，难不成他说的都是真的？最后苏婉晴突然大声喊着让我要小心，她会在下面等我。可喊完后，苏婉晴也知道我其实根本听不见。而此时我猛然发力，再次腾空而起，双手就扒在了6楼空调外机旁边的着力点上。等我稳固住身形后，就伸手将小男孩拽了过来，抱在身上。下方顿时响起了激烈的掌声。然而还没等下面的群众夸赞完，人群中就传来了数声尖叫。苏婉晴更是吓得闭上眼睛，也许是单元楼墙体老化，着力点直接被我掰了下来，这意味着2个人就要掉下来了。很多小孩子和女人都不敢再看了。这种时候没有人注意到，我的眼神中完全没有半点惊慌之色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我背部着地，砸在了一辆奔驰轿车上。苏婉晴见状，当场露出了十分绝望的表情，但下一秒所有人都骇然失色，因为烟尘散去后，那2米高的身影抱着小男孩走了出来。最后我淡定地表示，这小孩应该没什么事，自己就先走了。说着，我就拉起同样处在懵逼状态的苏婉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走了。等众人反应过来时，我的身影早就消失了。随后我握着苏婉晴的手，小跑了好几百米，直到苏婉晴喘息声愈加急促，我这才停下脚步。你跑什么跑啊？咱们是做好事了，怎么跟做贼了一样？你跑什么跑啊？咱们是做好事了，怎么跟做贼了一样？可我却表示这人是救下来了，但事后的损失谁来赔呢？接着我还是不放心，跟苏婉晴继续朝学校走去。虽然苏婉晴不懂我心里怎么想的，但很快她的目光便定格在了那只握住自己小手的大爪子上。还别说，猛男的手好暖，如果在冬天被这么握住，一定比暖手宝还要暖和。随后又走了很远，我这才向苏婉晴解释道，空调外机至少被我弄坏了3台，而且那辆被我砸到的奔驰车落地起码要100多万，这修一修少说也能要我命了，所以咱们不跑，就等着赔钱吧。可咱们是救人了呀。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什么时候让你体会一下社会的阴暗面，你就懂了。就你懂，你比我还小1岁呢。随后他又关心地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，毕竟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外面看着没事，说不定内脏或骨头受伤了。可我却淡定地表示自己没事，毕竟比这更惊险的事情自己都经历过。苏婉晴瞥了我一眼，小嘴默默嘟囔了一句，她可想不到还有什么比从6楼掉下来还惊险的事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再解释下去。等10几分钟后，我们一起走回了学校。苏婉晴不舍得跟我告别，让我回去好好休息，如果不舒服了，她就陪我去医院。我听后摆了摆手，接着转身就离开了，丝毫没有半点留恋的意思。这让苏婉晴的傲娇小情绪又升上来了。
一般男生不都是送女生到寝室楼下才走的吗？自己难道那么没有魅力？好歹自己也是校花啊，多待一会儿都不行吗？随后苏婉晴一边朝女生寝室走，一边拿出了手机发送消息。猛男，今天晚上聚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你别说，还真有。我今天救了一个小男孩，那场面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。你说吧，我相信。娘炮，你今天吃错药了。平常不是怎么说都不信吗？苏婉晴收到消息后，无奈地放下了手机。随后等我回到寝室后，室友何超还在通宵打游戏。见到我后，他连忙问道：陆哥，那烧烤刚上来你就出去了，结果校花马上也跟了出去，你可别告诉我你们是一起的。是的，校花的小手我都握了一路了。可室友何超听到我这种轻描淡写的话，顿时就感到十分不屑。你就拿我开玩笑吧，你说跟校花一起出去，我还能信？握一路小手怎么可能呢？何超顿了顿又说道：陆哥，你这才进校1天没到，你可不知道，那苏校花是咱们宁北大学最美的高冷校花，就这1年里，她拒绝了不知道多少追求者呢。我听后有些纳闷，高冷这个词跟苏婉晴可一点也不搭，但我也懒得多想，因为在这次系统升级之后，我的目标是多赚钱，至于女朋友，那只会妨碍我赚钱的速度。反正以自己的体格和样子，恐怕也不会有人喜欢这样的吧。随后我打开了电脑，输入了一串网址，然后我看着上面的一个数据，比特币持有数量10枚，这是今晚任务的奖励，10枚比特币。但自己现在还没有时间去打理，因为明天就要开始军训了，等军训结束后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也不迟。随后第2天一大早，所有的大学新生都集合在了学校操场，讲台上几个校领导在废话了整整20分钟后才宣告结束，并且公布了第1项军训任务：徒步训练。他们的军训地点不是在宁北大学，而是在宁北大学朝南走大约15公里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军用营地。接下来的2个星期，共计14天时间，大一新生都将在那里度过。现在的话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徒步15公里前往这个营地。这话一说出来，现场便喧闹议论声一片，室友何超顿时也吐槽起来：陆哥，你说这校方是真有病吧？军训一上来就这么折腾人，那接下来咋办呢？可我却不以为然。15公里，平时系统随便发的日常跑步都是20公里打底的，自己早就适应了。3分钟后，所有新生都被迫准备完毕，以班级为单位，集体向营地出发。一条长长的队伍走出了宁北大学，队伍两旁有部队支援的补给人员，15公里的路上也安置了不少临时医疗点，一个个教官在每个班级旁边执行监督和催促任务。大部队前进半个小时，速度还是可以的，但走了1个小时后，明显有新生已经扛不住了。现在的青年人大部分都是娇生惯养，要么宅在家里，这样的运动量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噩梦般的存在。就在此时，系统音在我脑海中响了起来：任务刷新，帮助中暑的人移动到临时医疗点，任务完成后奖励，每完成1个目标就奖励1万块，上不封顶。就在此时，前方惊呼声响起，有人晕倒了！快来个人看看！我抬头看去，发现班级前列有个女生倒在了地上，旁边新生都是吓了一跳，手忙脚乱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下一秒，只见一个大号人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中暑女孩面前，众人一下子就认出了我，我也不废话，抱起女孩就迅速离开了。等来到临时医疗点，我将女生放在了床上，医疗员见状提出让我也休息一下，吃颗解暑药，可我却摆了摆手表示不需要，接着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而等到达军训营地后，我算了算，自己今天已经送了20多个人，20多万奖励就这样到手了。可就在我美滋滋时，不远处一个亮丽的身影出现，正是苏婉晴，她手里还拿着一杯冰镇的奶茶，接着就走到了我的面前。我顿时愣住了，不知道这位大校花又在搞什么鬼。陆学弟，听说这一路上你救了不少中暑的女同学，辛苦你了，所以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心意。让我感到很奇怪的是，苏婉晴在念叨女同学时故意放了很重的音，而我本来想拒绝，可暗处里却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，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接过了奶茶。结果苏婉晴却眨着眼睛说道：你能现在就全喝掉吗？我想看着你喝完再走，毕竟这可是我的心意哦。我心想反正自己也口渴，于是就没拒绝，直接吸了一大口咽了下去。然而下一刻，我眼睛顿时瞪得滚圆，酸太酸了，简直酸到家了。这是奶茶，这难道不是纯柠檬汁吗？怎么啦，陆学弟？难道你不喜欢喝柠檬奶茶吗？我疑惑地质问，这是不是有点太酸了？可苏婉晴却笑着表示，可能是自己忘了加糖了，接着就说自己还有事，转头就离开了，只留下了一脸呆滞的我。等到了晚上回到帐篷内休息时，我打开手机，
很快就发现今天自己救人和被送奶茶的事情又上了热搜。接着，娘炮公子的消息就发了过来。猛男，你太厉害了！我在首页看到你的光荣事迹了呢。怎么样？有没有被哥帅气的外表和行为所震撼到？佩服，特别佩服。所以抱女生的感觉怎么样呢？还一下子抱了这么多女生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帮人心切，哪有心思去想那些有的没的。现在让我回想，我都忘记抱了几个男生几个女生了。苏婉晴听后整个人愣住了，她意识到自己好像想多了，误会大狗熊了。但接着她又回道：听说校花过去给你送奶茶了，貌似不是很好喝的样子。我操，你消息还真够快的。别提了，我差点就被这丫头酸死了。那个哪里是奶茶，简直就是超级浓缩柠檬汁。现在想起来我舌头都在抖呢。娘炮，我跟你说，我发现我好像被校花给针对了。看着我发来一连串的消息，苏婉晴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，接着回复了你2个字：活该。而我看到消息后感到更加的一头雾水。等到了次日，队伍到达了一家歌剧院，召开了迎新晚会，许多学弟学妹们都上去展示了自己的才艺。苏婉晴作为校花，当然也不会缺席。当她上场时，台下男生都爆发出欢呼声，纷纷期待着她的表演。可我却突然想起来，苏婉晴在我旁边坐着时，脸上露出的坏笑，心里顿感不妙。接着苏婉晴顿了顿，突然说道：接下来我想请一位台下的同学上来配合我，由我来演奏，他来演唱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想上来呢？全场许多男生纷纷举起了手，都迫不及待地想上去和校花同台表演。看着这么多积极响应的人，苏婉晴的目光最终却落在了一个地方，接着就缓缓开口了：那位人群中最高最壮的学弟，有幸请你上台和我一起表演吗？此话一出，全场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了我的身上，我身旁的何超更是吓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。他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在问我是不是得罪了校花。在众人的注视和苏婉晴那不容拒绝的微笑中，我只能硬着头皮走上了舞台。台下顿时议论纷纷，没人相信我这个野兽能和校花合作出什么像样的节目。然而当苏婉晴纤细的手指在钢琴键上跃动，流淌出一段温柔悠扬的前奏时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在开口时，一道与我外表截然相反的充满磁性质感的温柔男声响彻全场，瞬间让所有喧嚣都归于沉寂。一曲终了，台下先是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主持人激动地冲上台来：天哪，苏校花，我们都想知道您是怎么发现陆同学这颗被埋没的明珠的。苏婉晴接过话筒，狡黠地看了我一眼，眼中笑意盈盈。因为我的一个网友曾告诉我，他不仅身高2米，还能空手锤死一头牛。我一直不信，今天想借这个机会验证一下，没想到他唱歌也这么好听。他顿了顿，轻声补充道：对吧，我的超级猛男。我浑身一震，猛然抬头看向他。猛男，娘炮公子，那些熟悉的对话瞬间涌入脑海。原来一直以来他就是他。看着女孩那得意的笑容，我心中所有的困惑与隔阂瞬间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温暖与悸动。我接过话筒，第一次在众人面前露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笑容。是的，不过现在看来，被锤死的不是牛，而是我。台下笑声与掌声再次响起，而我看着身边的苏婉晴，知道我那枯燥乏味的猛男生活从今天起将彻底画上句号。